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轻版动作游戏《电神魔傀》，使用的角色仍然是黑骑士。昨天呢更新了上半期，上半期是攻略了前4关，今天是下半期攻略后2关，后2关的流程啊，就快赶上前4关长了。当年这也是很多街机游戏的常规操作啊。把后面的关卡呢做得很长，而且呢难度也比较高。其实这款游戏啊，我应该昨天一期就录制完成，结果很多小伙伴可能看见了我的动态，解说了一半，我站起来想喝水，结果呢椅子的扶手啊就突然折了，断掉了，把我摔了一下。所以说昨天呢就只更新了前4关，今天呢把后2关完成。这2关呢是我今天重新录制的。第5关开始呢难度比较高，而且这个版本啊，我记得我是用的默认难度啊。但是很多场景啊，我感觉敌人的数量比我印象当中要多呀。因为我很少玩什么最高难度啊，玩的一般都是普通难度。我这里想继续放一个远程，结果出了一个 AB。远程的使用方式呢是跑动之后，然后按 AB 啊。另外呢，还有技能是按住攻击、下上、后前，再加上一个大招和超杀。大招的话就是机关枪腿啊！哎，这个货为什么抓我呀？我是去抓他的呀。这招呢就是机关枪腿，是一个乱舞技，但是上半期啊我也给大家介绍了。本作的招式啊非常的弱呀，主要是指判定方面。你即使在施展招式，人物呢也是会挨打的，不是无敌的。让我有点怀念当时玩的街机版的电竞啊。那电竞呢，昨天也说了，它是一个逆移植的游戏啊，是官方的超任移植版被盗版商又逆移植到了街机上，游戏做出了很多的调整，人物的血量啊非常的厚，不像现在啊，我刚刚呢被一个小兵啊，大家看见了，打了一套，半条血就没有了，血条消失之术啊。现在这血量呢只剩下，我的天，又挨了一下，已经红了呀。红了的话呢就可以施展咱们的超杀了，来一发啊！用出来之后，气槽呢直接清空，但是攻击力还可以。选了一个橙子，回了一点血。这里是一个强制的卷轴切换，然后打一个小 boss。这个机器人呢是第1关 BOSS 的强化版，但是呢，应该这样说啊，它只是一个精英怪，不算是 BOSS 的。BOSS 的话呢，头像是在右边的，这个在左边。好的，这样就打完了。然后呢，它还有一个2形态。咱们打第1关的时候呢，是打了它的2形态，但是现在呢，这个2形态跑了。这里有隐藏的补给，远程武器。哎，这个小兵啊没射到他，枪啊太长了，所以说有的时候枪太长呢也不是什么优势啊。第5关的 BOSS， 这是打2个同伴啊，这2个同伴呢是被对面给控制了。咱们先清理这个胸柜，打他呢是有技巧的，
起身，如果你离得太近，他就砸地啊，这样咱们跳一下就能够躲开。回来呢就继续打他。这个机器人是比较难的。好，出了一块西瓜，这是回血的道具啊。咱们单挑一下这个机器人。我的天啊！这个机器人看来也是会血条消失之术啊。我给了他一个乱舞技，咱们的技能也是很强的嘛，一套也带走了他一半的血。好，这样过关。第5关过了之后呢，有一个奖励关。这个奖励关啊，我不知道打多少算合格啊，出的很快。我的天，我打到了人质啊！打人质好像是扣分的。这个奖励关很难，因为它的游戏节奏啊比咱们玩的时候要快啊。又打了一个人质。45，怎么主人公还一脸的挫败感？这要打多少啊才算合格啊？第6关，这也是最后一关了，是敌方的老巢了。这里的最终 BOSS 啊是2代的主人公，1代和2代的剧情还是有关联的，但是非常可惜啊，这款游戏呢没有做3代，剧情呢挖的坑最后没有填啊。没办法，眼镜厂嘛。后来呢，就沉迷于激战了。而且街机的黄金时代也过去了，所以说他也不可能回头再做这种轻板动作了。这个枪如果是无限子弹就好了呀。以后啊，我找一找看有没有金手指啊。然后呢，用金手指开着无限的子弹玩一期啊，肯定非常爽快。黑提示呢，如果敌方倒地，咱们过去按下、按跳再攻击，是能踩到敌人的。但是踩这一下呢，攻击力比较低啊。这机器人啊会抓人，我又没忍住用了一个乱舞技。这个乱舞技呢，经常用着用着就被敌方打断了，但是如果用它击中敌人还是比较爽快的。还有个缺点就是耗气太严重了，用一次啊1条的气。这个气槽呢，如果留着施展 AB 的话，还是能护身很多次的。升龙拳呢，下来之后也容易被打。所以这款游戏的招式啊，我感觉非常矛盾啊。如果想玩的爽快一点呢，就多使用招式。但使用之后呢，危险性又很高。我就在这儿等着这2块板子啊，砸敌人。好，差不多了。最后一关的流程还是比较长的。最终 BOSS 呢有3个形态。这个场景啊，我印象比较深刻，因为当年玩电竞的时候，我记得我就站在屏幕的右上角啊，我刚回了点血啊，又被打了。远程这一招呢，主人公也会啊，但是街机版的主人公这招呢不好用啊，只发射1个冲击波。
那电晶的话呢，是一堆啊，像机枪一样，攻击力也很高，而且呢，和你之前的一些招式能够连接上。比如说，你抓住敌人，把敌人打飞，然后呢再使用，放到连续技里，输出就更高了。但街机版不行。好不容易我的状态满了，结果我觉得我应该是占优势的呀。这个小兵现身的时候，为什么先打我了呀？状态满了，稍微浪了一下，半条血就没了。现在呢，大概是2/3的血吧。那珍惜现在的时光吧。我感觉啊，我的血量越少，战斗力是越强的。满血的状态呢，相当于菜鸡啊，血量呢没有补满。好，这个场景之后呢，就是最终 BOSS 战了。但是这个场景啊，要打2个小 BOSS， 这2个小 BOSS 一个是第2关的，一个是第4关的，忍者和海王。这种小兵还会蜕皮啊，2个形态。这个游戏我感觉有个特点，就是你单独打一个场景，你感觉并不难，但是连续给你几个场景之后呢，你很难说不伤啊，很难说不掉血。你也说不清这个难度来源在哪儿，你感觉每个敌人都非常好打。这2个 BOSS 啊也好打，他俩血量并不多呀。然后这里给了一个回血的道具 ，AB 一下收了一个海王。好的，进门呢就是最终 BOSS 战了。最终 BOSS 很多招式施展出来之后，你就会发现啊，和2代主人公几乎是一样的，尤其是他的1形态。其实我记得小时候2代啊也是非常火。那这个版本比较少见，一般大家玩的可能都是电晶。好的，2形态，这个货不将武德呀！把剑掏出来了。1形态、2形态都是乐色，其实3形态也好打。看我踢的这个位置啊，非常精准。3形态呢和他站歪轴，但是啊，不要离得太远。哎，这下为什么抓我呀？我印象当中啊，他应该是出一个上勾拳啊。我又打了他一套，还踩了一下。这怎么这游戏是回合制了吗？流星这招啊是最恶心的，因为发动的时候呢，他无敌呀。我的半条血怎么没的？是被他打了2下就没了吗？收获输出也挺高啊。还放这东西啊！好，这样带走了。那咱们通关。通关之后呢，这个大楼被毁了，黑骑士呢直接跳窗户，但是被救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变身魔鬼，使用黑骑士通关，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